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叔中文。好，非常奇怪的开场哦，因为今天对不起，今天参叔没法来啊。那我们今天邀请了一位美女嘉宾，就是我们的 Juno 老师。欢迎 Juno 老师，我是来自 Unconventional Chinese 的 Juno， 很开心。Juno 老师好像跟可伦老师是有一个团队嘛，对不对？是的。所以大家会常常看到他在可伦老师的频道。那我已经在可伦老师的频道看不到可伦老师了。可伦老师在做短视频，我在做长视频。你们还有分工就对了啊，是的，是的。对，那 Juno 老师可不可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让大家认识你？可以。Hello，我是来自 Unconventional Chinese 的 Juno，我在教 CI， 用 CI 的方法教中文，已经教了差不多3年了。我是一个新人啊，不算了，不算了，天天看 Juno 老师视频，真的，对。然后 Juno 老师，你现在在哪里？听说在很奇怪的国家。是的，我现在在日本的青森。在夏天的时候我会全职教中文，冬天的时候我会教单板滑雪。对，好厉害！我看你后面有那么多单板啊，有滑雪板。所以 Juno 老师，你除了因为教中文是我们共同的这个算是专长了，那为什么你会滑雪啊？怎么会这样的一个能力？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旅程。因为呢，我接触滑雪是在美国，可是呢，练成滑雪并且参加教练的考试是在日本。是的，是我，所以是简单交代一下这中间的过程呢，我很好奇。对，我是23年夏天的时候搬到日本。来到日本之后呢，我就下载了一个软件，上面就介绍了日本东北地区所有的雪场。我就发现，离我们家开车30分钟有一个小雪场，每天当年只需要400日元，也就是差不多2块3块美金的样子，可以滑1天。哇，好便宜！所以我就天天在那里滑，以至于老板已经开始给我折扣，慢慢的收我学生价，后来不收钱，然后给我做咖啡、做饭。哇，日本人好好哦，对不对？是的，这边的人都是因为比较少看到外国人，看到我一个新的面孔，所以他们就想要。你在日本的时候，会不会常常就被认为是日本人？因为看外表看不太出来。常，对对，而且尤其是我的先生是美国人，他长了一张西方人的脸。我们2个一起出去的时候，所有人都跟你说话是吗？刚来的时候，我的日语是完全不知道。对，我一开始我完全听不懂，我的先生还懂一点日语，所以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所有的日本人会盯着我的眼睛，开始讲日语，问我日语。后来我先生在旁边，我非常理解你。我去韩国看我的加拿大的朋友的时候，所有的韩国人都对着我输出韩语，然后我说我不会，他才是会说那个韩语的人。是的，虽然长着中国人的脸，但是因为是亚洲人，就基本上所有亚洲人都跟我说话。后来我就自己卷自己，我就用 CI 自己练习教日语，自己教自己学。对，后来就变成我就是对，你看我说日语没关系，我就是可以回答你。对，所以你现在的日语已经比你先生好了。是的，我的日语现在比他好。还有Juno老师是不是日本人都比较那种害羞一点、腼腆一点？是的，因为我知道你是山东人，会热情似火，会比较对，比较我外向一点，他们非常内向。所以你会觉得交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自在的，还是说很自在？我会比较敏感的察觉到这个日本人他的是突然一下死机了嘛，宕机了嘛。如果他突然宕机了，他们的表情就会我就知道好，他已经到了这个时刻了。为什么宕机啊？他们
他们常常会宕机，因为如果你抛给他一个在他框架以外的问题，他接受不了，他处理不了这么复杂的问题的时候，他会宕机。我有一个很小的例子，就太有意是思了吧？我在都是得他们不会，他们会一下就死机掉。然后就怎么办？不晓得怎么办。比你就如我去重复吗买一个。对，还是算比如说我了算了去买一个，就算了，买一个奶昔，它在这个奶昔店同时有奶昔和冰淇淋两种产品，对，我就会说，我想要一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那样想要一杯上面有冰淇淋的奶昔，这个我也会宕机。你为什么要为难日本人呢？我就告诉他，我想买一杯奶昔和冰淇淋，你可以帮我把这个冰淇淋挤在这杯奶昔上吗？这样可以省一个杯子啊，很中国人的想法，对吗？对对对，他们就，他会发出这个的声音是吗？对，他们一我就知道肯定不行，没事，算了，我就说没关系的啊，你把这个奶昔和冰淇淋分开做吧，我自己扣过来就好了。好的，所以日本人是没有办法太接受框架外的或规则外的东西。他们没有办法太灵活。对，那这样你先生在日本生活应该更辛苦吧？他的公司是美国的公司，所以他无所谓。对，无所谓。是的。所以感觉 Juno 老师在这个情绪控制勒索日本人的感觉是吗？有一点吧。对，感觉我们太淘气了，会让日本人觉得不知所措。那我们现在呢，来回到我们的主题好了。今天我们来讨论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题目了就是我们3位都应该谈过不少恋爱啊，看脸就知道了，恋爱脸是吧？我不晓得。好，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知道 Juno 老师的恋爱经历了我觉得在2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对方的情绪非常重要，甚至在感情中很容易出现情感勒索的状况或情感控制的状况。在大陆现在我们常常说 PUA 就是 Pick Up Artist。这个他原来的意思是说教人怎么跟异性搭讪，然后去就是让异性对他产生好感。但是现在到了这个大陆的语境中， PUA 就变成了这个情感勒索，然后就是在情感上操控别人，然后打压你的另一半，让他没有自信，然后可能有一些情感的伤害，就是最后达到这个完全控制对方的一个情境听起来很恐怖对，变成一个动词了。但我觉得情感勒索，对，我觉得 PUA 有很多层次啦，不能说完全好或完全不好。有时候情感中善用 PUA 或许也是一件好事我觉得也可以用洗脑，就是他有时候说他被 PUA 了，好像就是说他被他的另一半洗脑了，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就是用情感操控的方式去控制对方的行为，对，达到自己的目的。对 ，Juno 老师太完美了。所以在你的人生过程中，有没有你可能是 PUA 者，或你是接受方，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当然有过，因为先流泪。我觉得我是没有意识到那种行为或者那种言语是 PUA 的。所以你是施予 PUA 的那一方。我觉得或多或少我们都有过。比如说我以前经常说，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做这种行为，你就会做那种行为，对吗？这就是给对方这个内疚的感觉。如果你不做，你不这样做，对，你就是不爱我，给他扣一个不爱我的帽子。然后呢，他就会去，其实对方是不舒服的，在满足你的需求的时候，他是不舒服的。但是在那个当下，你不会意识到那是 PUA。我也是后来读了好多，刷了很多小红书读了很多知乎的文章之后才知道，
那个叫 PUA。但是我觉得吵架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想占上风，就是对想要说一些故意想要伤害对方的话，那个时候可能就让对方内疚，这样我就赢了，在这个吵架中他就输了，所以可能会就是说这种，有时候我也会，我说你再这样我就分手了。啊，你再这么闹，我就跟你分手了。就是我也没意识到那是 PUA，就是后来出现这个词以后，就开始了解以前的一些那种言行。对，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的真实的想法是不想分手的，还是真的你要这样就分手？我要赢，我就因为我不太喜欢那种冲突的感觉。就是两个人就是感觉吵没完没了的，然后那一刻我就说你再吵，要不就分手吧，你既然这么不喜欢这种情况，就分手好了。所以笨老师这种你的说出来的这些情绪不是用来表达的，是这是个操控的工具啊。对，我没有，现在我意识到了啊，以前没有意识到啊，确实挺伤人的。这样说啊，对，就是笨老师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会用这种威胁型的PUA 方式去让对方屈服，其实他真的没有说要分手，只是希望对方能够让步或感到害怕来结束这段争吵，对不对？但是也很有可能真的就分手，好啊，那就分啊。如果有过这种，对啊，没有有过，有对方就分就分吧，然后就分了。所以我觉得对方也不吃这一套。像对啊，我觉得笨叔这个是一个可能突发状况争吵的时候会发生的例子。我个人发生 PUA 的状况是非常惨烈哦，惨烈是吗？就是我可能这个是要讲一段很长的故事了啊。就是我之前有一段恋情是网恋网络上认识一个住在台湾南部的女生，然后我就越聊越喜欢她，然后她就说她现在好可怜了，就在家里就是成天跟家人吵架，她希望到北部来找工作。她就一副楚楚可怜在那个聊天框里说，这是个诈骗故事吗？不是诈骗故事okay. 然后我就感觉其实我那时候那个当下就是想要去保护她，但是可能从现在的术语来说，我那个时候已经被她用这种楚楚可怜的防御性的 PUA 方式给控制住了。所以我那时候不知道是鬼附身还是怎么样，我就说好，你上来，你住我家没关系，你跟我一起住，你在南部的不如意都结束了，来台北我们就是我给你一个全新的生活。听起来很美好啊。他就说好，结果呢2天后我就到台北车站去接他了，他拖着行李来了。君路老师，你为什么那么惊讶的表情？然后我就骑着摩托车把他载回家，然后我家人就是我前一天才告诉我的家人，我的家人全部都这谁啊？然后怎么一个女的拉着皮箱就来我们家住了？我们家人完全，那因为这房子我买的，我这个人就是觉得，反正我决定的事情没有人可以更改。这是查出 PUA 家人的故事吧？对，告诉你们，我现在要讲的故事就是情感中的 PUA， 在我来讲很惨烈，就是这是家庭跟感情的双重 PUA。对，然后后来当然有一个陌生的女生来家里住，肯定会发生很多生活的摩擦。对，生活的方式，比如说她一开始找工作不顺利，那我每天都要上班，她就会整天开冷气就空调啦，整天开空调，因为天气热，台湾夏天超热的。然后我爸妈是超省钱的那种，他觉得他们受不了冷气开整天，然后这花的又是我儿子的钱，然后你又怎么样怎么在那个房间里又不出来什么什么的。然后晚上我下班回家，他就会说你爸妈都嫌弃我，然后就是我觉得我在这里住也很辛苦，然后他就会把这个抱怨告诉我，反 PUA 了。对，就是没有，其实 PUA 的对象还是我是接受方，因为其实他是用那种他很可怜，因为他从异乡来，然后在这里被我家人欺负，
然后我出了房间的门，其实我也不会去说我家人怎么样，因为每个人本来就有他的立场。结果我家人就会说：“你带来这个什么女孩子啊？那现在找工作也找不到，在家里每天那边吹冷气，也不知道省一点，然后也不晓得打扫家里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觉得我的家人也在这样抱怨 PUA 我，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当下我好像三明治一样被夹得扁扁的。就觉得这边也要讨好，那边也要讨好，我就觉得我被双重的情绪给 PUA 了。然后我哥那个时候也找不太，我哥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所以我那个也抱怨那个时候的女朋友，那个时候的女朋友有一次就她肚子饿，我就说肚子饿去煮面，她就去煮面了。那她其实也出自好意，她煮了我的份跟我哥哥的份。我那时候我爸妈不在家，结果就煮了一锅面嘛。结果我哥很生气的冲出来说：“我又没有要吃面，你啊在这里啊，就在这边捣乱啊，在这边闯祸啦。”然后就一直骂我那个女朋友。然后我哥就跑出去自己去买麦当劳，自己去麦当劳吃了。然后我那个女朋友就一直哭，我好可怜的，被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觉得说啊，这样的生活真的很痛苦。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情绪上的 PUA 真的有时候很负面，然后你也不晓得怎么解决。我告诉你们，这段恋情是非常惨烈，就是说到最后家人也不谅解我，那个女朋友也不谅解我，一直到最后的结局是那个女朋友在外面有了新欢。然后所以我就说，其实在华人的这个恋爱感情中，其实我们比较不善于沟通，甚至我可以直接讲，我们不善于谈恋爱，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恋情各种的 PUA 的情况下，我都不知道怎么解决，我只能尽量去讨好对方，然后去在中间当一个桥梁。但是我失败了，因为他们的误解越来越深。然后到最后就是这个女朋友在外面有另外一个男人。我是怎么知道？我是有一次看到她手机放在桌上，那我无心的，我没有这个习惯啦，我那时候无心一刷就刷到了，她跟另外一个男的在一起。我所谓的惨烈就是他把他们两个人有亲密关系的那个视频给拍下来了，我就亲眼看到，然后我就决定要跟他分手了。就是他还在住在你家的时刻，他分享了这个，对，那个当下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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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揪心的。然后，而且我这个人就是很坦白，我就跟他说：“你背着我做这个事，我知道了。”然后他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偷看我的手机啦？你知道我在台北非常的寂寞，非常的痛苦，你家人也不谅解我，我找工作也很不顺利，虽然找到了，但是那个工作很辛苦，你为什么都不体谅我？那我在外面有了男人，也是因为我真的没办法，没有办法接受台北这样痛苦的生活。”然后他就继续的 PUA 我。用这种让我觉得，我觉得有道理。恐怖，对，就是我就差点被 PUA 到了。Juno 老师，你觉得有道理？我当下觉得没有哈，这个查出的故事就为了让 Juno 老师。我当下觉得很没有道理。的原因是我自己也开始在 PUA 自己了。我就是那种牺牲型的 PUA 法。我说我为你做了这么多，在家人之间当桥梁。你没有工作的时候，我直接公司请假，我载你去找工作。然后你需要急用钱，我就借你钱。然后就是我为你做了那么多，结果你回报我的就是出轨嘛。然后他就最后就说，他就摇摇头，他就哭了，摇摇头。当然这个不是在这里吵啦，我那一天是找他去公园，我们去公园聊的，因为这个事情我不想让家人知道。所以我这个人发现了背叛是对我来说是最不能原谅的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在公园就跟他说，那就分手吧。我觉得他是故意的吧，我自己其实也这个发这个视频你们有可能。我自己在 PUA 自己的意思是说，我觉得当然他有生活上各种不如意的事情，因为你一个南部的女孩子来台北要找工作，她没有资历，没有工作经验，你要找工作的确很难。但是我那时候 PUA 自己的方式是，我是牺牲型的爱你。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你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回报我？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他说，我们就分手吧，我给你2个礼拜，你去外面找房子，然后你就离开我家这样。
然后这段恋情就是这样，最后的离别就是他要一样的那个行李箱，他拖着要离开了，我就看着他就哭了，他是很真心的哭，因为他知道这4-5年来我是真心对他好，没有，他觉得没有人比我对他更好，他那时候真心的哭了，然后把我抱住，然后我也抱住他，这个就是一个离别的拥抱，然后我们就算正式分手了，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一场恋情就是家人的 PUA 跟那个女性的 PUA 混在一起，跟我自己的 PUA 3种 PUA 整个混在一起，我们就不断的在愧疚、罪恶感、痛苦。当然这段恋情中有很多很难，对，我觉得很痛苦，因为就是特别是他跟我哥的争吵，我哥也是性子很强的人，所以他们一旦争吵，他们是口不择言的。我那个女朋友会说：“你是大哥欸，你怎么不好好找工作？为什么家里的这些开销都要弟弟来处理？”他就这样说我哥，我就会很生气，因为我觉得再怎么样也轮不到你来评论我家里的事情，所以我这个时候我会骂我那个女朋友。对，那我哥听了当然生气，我哥那时候碍于我的面子，他听完他是冲出家门的，他不想看到他。对，你哥应该带一个有一次是女朋友回来，就热闹了，来气你。还有一次就是我妈在扫地，就边扫，那时候其实我妈不晓得我在家里，边扫边跟我爸抱怨那个女朋友的事情，抱怨到气的把那个扫把丢到地上，他要是再待在我们家，啪，我就离开这个家，我亲耳听到，那个时候真的，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很重视孝顺嘛，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真的很难受，我不晓得该怎么办，我不想辜负任何一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我整个人在 PUA 的循环中不断的纠缠，不断的挣扎，然后那阵子真的过得蛮痛苦的，但是的确也有好的地方，就是有一个人陪，那个感觉真的也蛮好的，对，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个性比较保守，特别对于恋爱，从小就没有人教我们怎么恋爱，遇到这种 PUA 的问题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的结局大多数都只有分手，或不开心的离开，对啊，茶叔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角度，我感觉我之前没有想过这个家人的 PUA 也是一种 PUA，对吗？对父母对孩子啊，就是 PUA 蛮多的，是啊，强，对啊，可能你的这个女朋友之前的这个女朋友也是从这种 PUA 的家庭里面出来的，对吧？对，所以它是一个死循环。对，因为他爸爸已经往生了，所以他家里只有妈妈。我觉得他妈妈可能不断，因为需要有人赚钱，所以他妈妈会 PUA 他说：“那你要赶紧找一个男人什么的，对，或什么，对，是，对啊。所以 Juno 老师，我觉得我们可以谈一谈，就是说中国父母怎么用什么方式去 PUA 孩子？因为我觉得这个跟西方刚才好像茶叔你在讲故事的时候，你让 Juno 老师想起了一个 PUA 的故事。就是就觉得有道理，是不是？我觉得好像朱诺老师要挖一个故事，听着所以朱诺老师，你觉得有道理的地方是我那个女朋友说的很有道理，是不是？他说的这几个理由让我听着，我都觉得有点理解他。我说哇，对啊，也很不容易哈。但是我觉得理智回来的时候，你要知道他说的这些话是为了达到他的某种目的，还是为了只是告诉你这些事情，对吧？因为如果他只是拿出来宣泄，那没关系。可是如果他是想要你给他达成什么，达成他的目的的话，这就是 PUA。是的，对，我觉得 PUA 的确是有一个很明显的界限。他说这些话的目的是希望我理解他之后，站在他这一边去抵抗我的家人，对，还是单纯的就说出来，发泄他的情绪而已。我觉得在这个界限一定要弄得很清楚。你把他接过来就已经 PUA， 他已经 PUA 成功了。他已经 PUA 成功了，对，因为他没有明说，他是暗示的方式告诉你，我很不容易，是你提出来，并不是他说我要搬去你家，而是你提出来。你接收到了暗示的信号，然后你说，不然你就过来，这就是他的第一步的 PUA 成功。
对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以我个人啊，我是很难抗拒恋爱中，我是一个很难抗拒 PUA 的人。然后我这个人也比较大而化之，所以也很容易被 PUA，因为我不会去思考太多细节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会被 PUA 的人一定有他个性上的缺陷，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不，我觉得会被 PUA 的人心思很细腻又敏感，你会捕捉到对方的需求，他需要什么，然后你去满足。如果像神经比较大条的人，应该你比较辛苦好辛苦你不会思考到深一点，对吧？所以我觉得心思细腻的人会容易被 PUA。因为你会察言观色，你会看到他表情的变化，会察觉到他的内心的需求。是啊，所以讲到这里，感觉Ben叔就是很容易被 PUA 的人。我被因为真的Ben叔就是讨好人格，讨好人格。我本来这一集录之前没有想到这个我自己的故事，我觉得我没有故事。听你说完，我觉得我被 PUA 过一年，有了故事如同泉涌。那你说说，就是我搬到迈阿密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嘛，然后也是我第一段比较，也不算第一段，在国内有一段就是比较第二段恋爱经历，然后就是认识了一个哥伦比亚的女生，你知道哥伦比亚女生就非常的开放，非常火辣，热情似火，对，就是把我迷得神魂颠倒神魂颠倒，对，但是他不要就是男女朋友的关系，他有明确的跟我说，对，就说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就是开心就好，然后不想做任何的一个长期的这个互相就不要一个承诺了，就是说先在一起，大家开心就好。吊着你，吊着。对，然后欲擒故纵。对，然后我又没见过这种架势，所以我这一年他总是跟我见面的时候就是特别特别的好，特别的完美，然后特别有魅力，然后两个人在一起确实每一次见面都非常的开心。他有时候他还送过我花，你知道吗？就我这辈子都没有被送过花，就是我也没送过别人花，但是就是每次我就觉得不行，我不要再跟这个人见面了，因为见面的时候好，但是不见面的时候，你找他，你给他发信息，他就不回复你。每次你自己就下定决心我要跟这个人断了的时候，他就突然就说我现在在你楼下，然后你上阳台看我。太上头了，对，就这个没办法，这个男人抵挡不了这种，不行，就是每次你觉得这个人太伤我了，就是你不见他的时候，他就疏远你，也不搭理你，或者是冷冷的回复你。但是每次你很坚决的要分的时候，他就突然又热情似火一把，然后我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跟他持续了极限了拉扯了1年多，然后就导致我不能正常的去跟别人约会。我跟别人约会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想着他，就包括我自己搬家到了我就是搬家到了华盛顿以后，他还坐飞机过来，就是找我OK，然后他还那个开车，就是带我去那边的 Virginia 海边去逛，对，就是他就是见面的时候是正常的约会，对，就是他想让你忘不了他，但是他又不要跟你在一起，就是他很懂 PUA， 怎么就是每次觉得我真的想要离开他，我想不被他控制的时候，他就会就是过来这样融化你的心一把。然后只要不见面，他就把你扔到深渊这种我就被他吊了2年。你们有正常的沟通过这个问题？我有沟通过，你有告诉他你的感受吗？告诉过，然后他说你怎么这么敏感呢？就这样的他把情绪抛给你，对，他就觉得是我的问题，他觉得你太drama了，你是这个心思太敏感的人，然后就是
他会把这个一切的责任都堆给我，然后导致我确实很内疚那个时候。但是我现在想，我为什么要内疚？对啊，就是被 PUA 了那个时候啊。而且他是那种特别注重面子的人，我现在想想都有点奇怪，就是他成功 PUA 我穿着西服去迪士尼公园跟他一起。就是本老师就很奇怪，所有的人都是穿你知道那个奥兰多那个很热的天气，大家都穿着短袖，都是旅游的那个服装在迪士尼里。他是那种啊，我是最艳丽的女郎，你也要穿那个西服搭配我啊，最帅的啊。然后我被他 PUA 之后，我就穿着西服，我就觉得很傻，我觉得别人都丑，这个人为什么穿着西服在迪士尼乐园玩啊？就是现在我就觉得啊，好尴尬。笨老师，你们两个不是一个段位的人。对，就是如果没有遇到他，我觉得我可以好好的的约会，好好的认识一个人，然后长期在一起。我觉得这2年我就是被他，就是他在我心里占据很大的位置，我没有办法接纳别的人啊，就。对，我觉得 Juno 老师说的对，两个不是同段位的人，如果一个很善于 PUA 或者跟你的价值观差太远的话，属于比如说比较被动或属于比较容易觉得亏欠对方的人，就很容易被 PUA。这个女生绝对不可能只和笨老师一个人约会。对不起，我又伤害你一次，对不起。事实没事。这个哥伦比亚的女生一定对她每一个对象都这样做，我觉得有道理，有道理。而且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没有车，然后我也不可能就是开车去找她，因为跟踪她。你不了解这个人，你根本不了解。对，就是如果她不来见我的话，我没有办法去找到她去找她。对，所以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鲜肉嘛，现在老腊肉了。对，现在也是啊，现在也是鲜。那卞老师，我要问你，哇，好热，听得我都热了。就是朱诺老师问你的故事准备好啊？听得我都觉得不行，我要脱外套了。就是那卞叔，你最后怎么跟他分手？还是他最后就觉得没有？因为我搬家到不要华盛顿，他也不可能就是总飞过来看我，他一共飞过来2次。后来就是真的距离嘛，他在迈阿密，我在 DC， 那个要飞好久。我觉得我已经就是出了他控制的范围了。我觉得他也不想再花更多的钱来看我什么的。他不想再付出。对，他也觉得够了吧，距离了，渐行渐远了。对，好可怕的，这故事比我的还悲惨吧？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也挺悲惨的。我觉得笨老师是上头，就是太上头。因为我那个出国第一次跟外国人正式谈恋爱嘛，所以就是第一次都很刻骨铭心，都特别上头。对。印象这个在中文就是欲擒故纵嘛，他一下对你好，一下又可能比较冷淡，然后你就会极度拉扯那种心情。像那种若即若离的感觉。对，你觉得你可以抓住他，你在不断的证明你可以抓住他。对，就最后对吧？对，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抓住他，但是一不见面你走了以后，你又觉得不能抓得住了，后来一见面又觉得能抓住了，所以跟他在一起我也没有自信，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蛮好的，真的挺优秀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跟他在一起，我就觉得我配不上他的感觉，对，一直自我怀疑，这就是 PUA 的。对啊，那个现在我想，我那个时候真的被 PUA 了啊。还有一个就是他都不接你的情绪，就是你有负面的情绪的时候，和他无关，不是他的责任。他就觉得说是你怎么这么敏感，你自己想太多，对，你自己想太多。他说我认识的人没有像你这样的，就是这么大惊小怪的这种自我怀疑导致我。所以讲到这里，好像有些人真的天生是爱情的赢家，对不对？天生是爱情的操纵手，对不对？他天生就要赢，然后比较弱势或比较容易想要讨好或想要对方好，真心付出的人，到最后就是被操纵的傀儡那种感觉。哎呀，
那这个 Juno 老师，你跟你先生，对你跟你先生，我觉得我们婚前跟婚后的 PUA 可能有，可能没有，我不晓得。你觉得你跟你先生婚前有 PUA 的状况吗？那婚后还有吗？我觉得是有的，而且我可能以前没有意识到那是 PUA，是后来意识到了，然后呢，我也在慢慢的改变，就是之前常常会有很多负面的情绪，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对对对，婚前，可是我从来没有说过，如果你不这样做，我们就怎么怎么样。我一直说的是，如果你爱我，你应该这样做。我会提出我的诉求，就是我想要什么东西。对对对，如果你爱我，应该这样，你应该去不断的证明你是爱我的，以给我自己安全感。我觉得像我这种 PUA 别人的人，内心是很没有安全感才会这样做的。如果我当时是一个很强的人，对，内核很稳定的人，我觉得我应该也不会这样做。对，包括我的先生之前，他后来回想说，我常常提到钱，就是很重要的啊。对对对，就是比如说结婚以后，你应该把你的卡给我，把你的工资都上交，什么什么什么。后来我想想，就是一个弱者的表现。就是因为自己弱，自己没有安全感，才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让对方证明他爱我。这是我的想法，这是 PUA 者的想法。对对对，这可能也是我的父母很有趣耶。就是我们刚刚好像聊，都觉得 PUA 是高高在上的，他是懂得操弄情绪的人。但是 Juno 老师说的意思是说，其实 PUA 本身这个人他是没有自信的，他需要人家的支持，情感支持，你要赞同我，你要认同我，所以相对的这种人的内核是比较脆弱，需要没有安全感的。我在想，我之前是在不断的让对方证明，也在不断的自证他是爱我的，爱我的，爱我的。你要不断的喂给我，喂给我，喂给我，这样我才知道，哎，我被爱，我被爱。但是后来，因为我们结婚现在已经9年了，所以我们现在非常的稳定，然后也会。钟老师很年轻吧？你都结婚9年了。我结婚很早，对，就被他骗到手，互相 PUA 吧，我们。现在到底是谁在 PUA 谁？对，都不清楚。但是在这个漫长的时间里，后来发现你不需要去证明这个了。对，时间会证明一切。所以你可以正常的表达你的诉求和你的情绪，而不用这种比较病态的方式去要求对方做什么。你可以正常的说，我希望你这样做，你不这样做，你也是爱我的，但是我更希望你怎么做，这样是更正常一点的方式，对吗？所以他有把工资给你吗？工资卡都上交给你，薪水给你吗？就之前的沟通方式不是一种平等的，对吧？你应该给我，你不给我，你不爱我。后来我们是互相商量讨论一个方法，比如说建立共同的账户啊，我们都往里面放自己的工资啊，是不是这就更健康一些？对，就比之前的沟通方式健康很多。包括我之前很喜欢冷战，就是一吵架，我觉得亚洲人都喜欢吧，我也喜欢冷战，很喜欢，很喜欢。真的吧？我不是一个人，我不是一个人。你绝对不是一个人。笨叔是很因为我是为了避免冲突，我觉得就是冷战会让我更舒适，因为如果冲突的那个状态会让我说啊分手吧。让我受不了，我当下就想通过分手来解决这个问题。对，可我不是这样的，我冷战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用冷暴力来惩罚对方我看不见你我不想跟你讲话。呀，也有这种心态，也有就是想让对方察觉到你生气了，你对某一个情况不满意，只有靠这个你不理对方才有办法达到。这个华人很常做。对，我觉得西班牙人就很想吵起来，
那你越冷战，确实是越大的惩罚，我觉得，因为他们想跟你对想跟你吵，然后但是吵不起来，这个人他冷战，所以他们就更生气。那 Juno 老师，因为你先生是美国人嘛，以华人传统的冷暴力跟冷战的处理方式，他受不了吧？你先生是怎么处理这样的 PUA？ 这也是一种 PUA 哦。他会拉着我，不让我就是逃避，不让我走，他把我拉过来。今天就是说清楚，就是要正常的说清楚。对，那这时候你不会爆发吗？当我想要跑的时候，我不会，因为我的内心我是惩罚的心态嘛。可是如果你拉着我，就是你想要听我就会主动说。我更怕他不理我啊！对对对，其实冷战发起方更怕的是对方也不理你。对，就是冷战可能前几个小时还挺爽的，然后过了几个小时就觉得越来越慌，现在怎么处理啊？这个要越来越慌，其实是没有安全感嘛，还是原来的那个位置就感觉自己是很慌的，很没有安全感，所以我要惩罚。后来就是对说清楚嘛，你想要怎么做，下一次可以怎么做。对，其实我就想到像我父母辈的，他们很喜欢冷战就是夫妻吵架之后，最后就是不理对方3天5天1个礼拜都没关系，甚至几个月。我觉得对，我觉得中国人的社会就是这样，以传统的夫妻了吵架就是几乎好几天好几个礼拜不跟对方说话，所以冷暴力跟冷战我觉得是很常见的方式。但是我认同 Juno 老师，其实在那个当下每个人内心都是没有安全感的，非常的没有。对，就中国人很奇怪婚前会很在意对方是不是真的爱我，我需要你重复的说出来，重复的做，重复的让我确定你是真的爱我的。然后婚后呢，已经结婚了，又喜欢用冷战冷暴力的方式去对待对方，这中国人的 PUA 方式都好像差不多的感觉。对啊，对，我觉得很不成熟，我觉得都没长大这种方式。对，因为我们没有一堂课，或者是我们从小不被鼓励谈恋爱，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大的原因。然后我个人就是一个很讨厌对方发起冷战的人，我非常非常讨厌。所以如果对方发起冷战的话，不能说讨厌，我会试图打破这样的气氛。对，我可能会像 Juno 老师她老公的做法，就是我不会拉啦，我会就是找一个时机点，我们都在一个地方，然后我就会偷偷的走到门旁边，然后把门扣上，然后我就挡在门那边说，我们聊聊吧。我通常是那个发起沟通的那一方，因为太多人喜欢冷战了，他们喜欢让对方有罪恶感，所以他们冷战。他喜欢让对方觉得自己错了，所以他们冷战。但是我的方法是我没有办法等，我觉得我一定要当下说清楚。查老师，长此以往，1次2次 OK，如果这是你的第9次，你还要突然站出来站门口吗？你每天站门口。如果长达到第9次这种，我就觉得我们可能不适合在一起了。除非我真的很爱对方，不然基本上我就觉得沟通无效，我可能真的就考虑要分手了。我曾经做过，就是对方跟我其实就是因为在一起太久了，没有新鲜感，然后慢慢也觉得好像这个感情是一个责任跟有一点累赘的感觉了。所以我就觉得说，有时候冷战对我来讲已经无效了，那只是加快分手的进程而已。所以通常这个状况，就我之前在节目也谈过，就是我觉得我跟对方的感情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深厚，那么有新鲜感了，所以我真的就会拿起电话直接说分手吧。对，你也是这个分手发起者。对吗？我通常是接受 PUA 的人，但是我一定都是分手发起者。他就是在我已经积累太多到一个爆发的点。对，所以我所有的恋情的分手都是我提出来的。就是说，最主要就是因为我觉得真的中国人很容易冷战，然后逃避分手这个话题。对。
所以我觉得时候到了，我觉得该怎么做了，反而提出来的是我。但是我是很容易被 PUA 的人，因为我常常觉得我亏欠对方，我常常会往亏欠对方的那个角度去想，就算我没有亏欠对方，但是我还是会这样告诉自己，我没有，在那个我对他还当不够好。下你不知道，对吗？就是在那跟对个当下方在一起谈恋爱的那个时候，在跟对方谈恋爱的那个当下，我觉得我对他不够好，所以他才会有一些 PUA 的行动出现，就是或者他觉得或者他觉得 PUA 对我是有效的，因为他了解我这种心态，就是我会常常觉得我对对方还不够好，是不是某些方面我还可以做得更好？我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对。所以对方可能会抓住我这一点去 PUA 我，或者这种 PUA 是有效的，他就不断的复制这样的做法。但是你就长期以后，你突然有一天觉醒了，意识到了不对，这个要结束，你就打电话分手。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一个人被 PUA 久了，总是会了解你已经被 PUA 了，然后你也受够了，然后也产生了倦怠感了，所以很多人被 PUA 是心甘情愿的，很多人被 PUA 是心甘情愿的，他觉得好没关系，他可能在某种可能已经失失去自我了，就是都要看对方的脸色，对，习惯了，已经习惯对方 PUA 了。第二个，失去自我了。第三个，已经对对方产生很强烈的依赖感，没有对方不行，没有对方真的不行了，那你只好接受这种 PUA。但是对我来说，如果你对我施加这种 PUA 太久了，其实我会倦怠。然后我会觉得我可以给自己，我们分手之后，我可以给我自己更好的单身生活呀。我为什么要被这种关系给卡在当下呢？所以到这个顶点的时候，我就会考虑有这个分手的计划。通常我的脑袋有分手这个我比较不像Ben叔说我们就分手吧，就是我不会在争吵的时候说出这种气话。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理智的地方，就是不管再怎么争吵，再怎么不喜欢，我绝对不会如果我还要维持这个关系，我绝对不会说出我们分手吧这句话。因为我觉得这是最伤的，就像结婚的人不要说出我们离婚吧这种话，我觉得这个是最伤对方的。对，所以我除非真的要分手了，我才会我直接会有行动了啦，我不会在生气的时候讲出来，我直接就是行动，分手吧。对，茶叔其实是理性的，他是极度理性的，所以你看茶叔也在权衡，倦怠感已经大于这段关系带来的快乐感，所以他会选择去分手，所以他是理性的人。同意。对，而且我会思考这样的问题，因为比如说我单身的时候，我还蛮会安排自己的生活的，所以我会去思考，单身的时候我明明就过得更好，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生活层次给拉这么低？然后每天都有这么强烈的情绪变化，我是很不喜欢情绪有太大变化的人。对，所以当我觉得跟我的单身生活有极大的差距的时候，超过了有人陪伴我的快乐的时候，那我当然我就可以选择单身。对，哇 ，OK， 所以这个 Juno 老师，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哦。我觉得我们人一生都在接受或施予这个情感的勒索吧，或情感的控制，其实都会，对不对？我真的觉得说这个东西是在生活中很常见的。你觉得被这个情感控制，我说的是接受方，你有没有觉得你先生有一点 PUA 你过？没有。完了，可能我是享受 PUA， 可能美国人是不搞这一套的吗？可能他们会比较会沟通，我觉得沟通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没有想过 PUA 这件事情，我们并不会非常明白的、清楚的知道我说这句话是要 PUA 他吗？我们不会这样想，对吧？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你在讲出这句话，还是我那句话，你讲出这句话，你是有目的的，你是想达到某种控制的，这种才是 PUA。但是我仔细想一想，我的先生没有。那你是怎么是为了控制我？你怎么意识到自己可能会不会就是
以前的行为可能有点 PUA 了，就是刷小红书刷吗？小红书，看到啊，这些话我都说过。所以我觉得随着关系的不同，我们真的发现自己在不经意中被 PUA 或者施予 PUA，对不对？所以爱跟这个 PUA 的界限其实是蛮模糊的啦，或者是需要你去看看别人的经历，你才会了解。对，是的，是的，对，就是 PUA 这个词出现以后，发现就是这个行为就走进大众的视野，就大家开始关注这个现象，然后去分析，然后对我也看很多，包括还有什么职场 PUA 啊。老板说你有份工作就不错了啊，你加班算什么？我这个给你工作就已经是施舍你了啊，让这个员工也有这种被心甘情愿被 PUA。我们应该给我们的观众一个正确的观点，就是你如果觉得你的身体或者你的大脑告诉你这句话或者这个行为让你不舒服。就是 PUA， 你不需要怀疑自己真实的感受。对，就是大家应该意识到，不是说，就是可能就是每天都生活在这种痛苦中，可能要就有意识的去注意，是不是我没有做错啊？其实都是别人灌输给我的这种想法。是的，你和你的另一半不必担心。永远不必担心你会说错话，永远不必担心你说的哪一句让他不爱你了。你要相信自己。对，其实这种也是一个自信的建立啦。我觉得几个像刚刚 Juno 老师说的我们就是被 PUA 的时候，甚至我们是施予 PUA 的人，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要有个心理的这个过程。第一个就是你要去察觉你感觉到不舒服了，或者是对方似乎有一些目的的说这些话，我觉得首先你要先察觉这个状态。那当然这个不是说对方只说一次而已，可能对方常常每次争吵的时候说出来了，都让你觉得不高兴，或对方说这句话说成习惯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察觉的过程，我们要先察觉。再来第二步，我觉得我们去探索我们的内心，为什么我不喜欢他说这句话？对方明明是我爱的人，为什么我不喜欢他说的这句话？他有什么意图，或他希望我改进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察觉之后，进而去探索自己的内心很重要。然后依你了解对方的程度去发现原来对方是这样想，原来对方也很没有安全感原来我也在 PUA 他，所以他也想要 PUA 我原来家里没有钱了原来怎么样。或许这个探索的内心的过程，你会发觉到一些这个关系可以改善的细节，对不对？然后我觉得第三步就是 Juno 老师的老公常常做的就是拉住对方沟通对，一定要就是进行沟通。我觉得是我们中国人最缺乏的部分。我们最常用的是冷战跟冷暴力，这个我真的觉得很伤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鼓起沟通不容易，我们要鼓起勇气。因为既然你已经探索过自己的内心了，当然你也要去探索，在一个气氛美、一个气氛佳的一个场所跟他进行一个很好的沟通。因为自己的感受很重要，你也要了解对方的感受，毕竟对方是你爱的人，你们要一起生活很久的。所以去进行沟通之后，双方达到了一个共识，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关系最美好的地方。PUA 一定是存在的，但是怎么通过 PUA 也可以是一个手段，对不对？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手段让这个关系有更好的发展，或者更了解对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好，那今天呢，我们聊到很多 PUA 的一些实例好悲惨。然后呢，我觉得 Juno 老师也分享了很多婚姻中也有被 PUA 的状况那我觉得真的 PUA 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怎么处理它，很多事情都有利有弊，怎么让 PUA 变成你们关系中的助力，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所以希望我们今天的播客对大家有帮助。我们都快要变成心理学频道了怎么办？我特别享受跟 Juno 老师聊天，因为他讲话的时候他语速很慢，真的是 CI 的老师，很多手势，就是我觉得帮助学生了解很多，就大家要
要关注 Unconventional Chinese 去对看 Juno 老然后师视频。底下我们会放这个 unconventional Chinese 的这个 link 大家可以去关注他们啊。好，那今天谢谢 Juno 老师参加我们的播客，谢谢你们那下次还要邀请你请来啊，好啊好啊，对我喜对，欢一定要来邀请，好喜欢聊天。我们聊聊天，我觉得很开心啊。好，那我们就跟观众们说再见吧。再见啦，下次见，拜拜。拜拜。